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談起管理啊，聽說過用 OKR 技術啊搞這個 KPI 考核互聯網大廠啊，也聽說過用精益生產搞供應鏈優化的，但你絕對沒有見過什麼把人頭煉油廠無人機積分直接寫入企業級績效看板的。那正是以硅谷初創公司效率在戰場上狂飆的烏克蘭國防部。玩書點讚啊！國防部正式引入了 KPI 這種企業績效化管理套路。最近呢，美國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發布了一份讓人大跌眼鏡又拍案叫絕的最新的研究報告，名叫什麼呢？英語叫 Ukraine's Winning Strategy Against Russia Attrition。OK， 就是說烏克蘭對俄勝利戰略就叫消耗戰。蘭德的報告啊，它的核心的主題啊，言簡意賅，就是戰爭太殘酷啊，但是烏克蘭把它盤成了一個高周轉、高回報、用數據驅動的垂直賽道。面對這篇信息量爆炸的報告啊，咱們不妨一邊核實其中的硬核細節啊，一邊來從另外一個視角來品味啊，基普這幫職業經理人是如何把這個所謂的戰鬥民族啊，逼得去向朝鮮乞討啊，組團那個救援的啊。首先我們來核實和拆解一下蘭德智庫的這份報告到底說了什麼東西呢？首先得確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這份報告啊並非網友惡搞啊，而是蘭德智庫的研究人員吉安、詹蒂萊和安德魯·拉丁這兩位在2026年的7月下旬，就上個月啊，正式拋出的一個重磅研究。報告中的核心觀點啊與現實碰撞啊，主要有以下幾個極其現代商業化的亮點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個就是反直覺的消耗戰哲學。那麼傳統的軍事邏輯呢，總是迷信啊，這個國土面積越大，人口基數越多，就越能消耗嘛，對不對？後勤資源很多嘛，可以無限消耗。但是蘭德報告指出，烏克蘭反其道而行之，通過提高敵方的戰損單價，實現了消滅敵方有生力量的速度遠超對手造血速度的奇蹟啊！這是第一點要跟烏克蘭國防部點讚的。第二個呢，就是 KPI 考核與戰爭的數學。報告披露，烏克蘭前國防部長米哈伊洛·費多羅夫曾力推戰爭數學倡議，把 KPI 硬生生的搬進戰壕，網傳的績效紅線甚至具體到了每佔領1平方公里要殺敵200人，每月要消滅5萬俄軍。雖然這個數字帶點這個調侃色彩，但其背後追求的數據化的戰果，這種追蹤絕對是降維打擊的。第三點，烏克蘭國防部開創了全球首創的 ePoint 無人機積分賽，就像我們的商場購物一樣的有積分啊，這絕對是互聯網大廠的 KPI 績效的一個軍事化的巔峰啊！前線的飛手把戰損的視頻傳到政府官方的線上市場打比賽，積分還能夠當這個代金券啊，打死一個士兵折合12個積分啊，積分多了直接可以兌換下一批的無人機再上天。這種多勞多得以戰養戰的激勵機制，把每一個無人機手都逼成了瘋狂內卷的銷售冠軍。這個招厲害啊！第四點就是軍工複合體的逆襲和遠距離的精準爆破。烏克蘭搞了數千家的本體的這個初創的軍工企業啊，在這些年應運而生，連產數萬架無人機、數百萬架無人機啊，中遠程導彈讓這個俄羅斯本土的西伯利亞煉油廠、油庫和物流樞紐接連開篝火晚會。中情局前局長彼得雷烏斯甚至將其叫做自由世界裡最重要的一個軍工複合體點讚烏克蘭。我們再看看這個克里姆林宮的這個對策啊，
當蘭德這份報告翻譯成大白話，那畫面簡直強得令人窒息。過去我們總覺得打仗是拼刺刀、拼國運、拼鋼鐵、紅牛、坦克嘛，結果到了烏克蘭這會兒啊，畫風直接變了。變成什麼呢？變成把大象裝冰箱，總共分幾步啊？現代企業版第一步上線非手積分系統，是吧？哎，這個玩遊戲一樣的啊。第二步要刷爆敵方煉油廠的 KPI， 刷爆幾個，炸了多少範圍啊？那第三步把普京再逼到談判桌前。你看啊，在俄羅斯那邊本想靠着人多力量大和總統行政令硬扛。奈何烏克蘭前線的 KPI 的銷售冠軍們每天踩着油門衝業績，每月穩定的貢獻3到4萬的傷亡的輸出。莫斯科的徵兵辦公室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本土新人補給速度根本跟不上前線的消耗爆表的負增長。實在沒辦法怎麼辦呢？克里姆林宮一邊的揮着皮一邊強拉壯丁，一邊只能深情款款的撥通平壤的電話，老鐵，今年1.5萬名的支援隊友效果超群吶！這個去年那個情況效果超群，今年能不能再發3萬個包郵到前線來呢？結果前線的俄軍士兵在拼命，後方的普通老百姓也在經歷了數字經濟的物理破產。加油站門口排起了長隊。網購訂單因為物流中樞被炸而集體癱瘓。大寡頭俄羅斯大寡頭在社交媒體上哭訴資產被沒收。俄羅斯的普通人開始嘗到通脹狂飆的苦果。蘭德智庫呢由此斷定，當經濟損失和供應鏈短缺累積到臨界點時候，哪怕普京嘴上不說，身體也得老老實實的往談判桌前靠，就看是什麼時間到這個臨界點了。完說我們看看歷史的輪迴一戰時候德軍的劇本是吧？看來目前又要重演。蘭德報告在報告的結尾發出一段充滿宿命感的歷史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那4年慘烈的消耗戰，最終是以美軍的入局和德國經濟軍事的全面崩潰而收場。如果烏克蘭能繼續維持這種企業化的高 KPI 運轉的消耗戰略，並在這個歐盟等夥伴國家的持續輸血下，把遠程打擊當成日常 KPI 考核來抓那麼俄羅斯會不會踩着當年一戰德軍的足跡，迎來一場總崩潰的命運完說看大有可能指日可待。至少從目前的財報來看呢，烏克蘭的無人機銷冠們正在用真金白銀的戰果表明，在21世紀最可怕的不是敵人坦克多，而是敵人開始用績效考核 OKR KPI 來對付你。所以克里姆林宮的 CEO 們這個季度的財務危機，你們打算怎麼跟董事會交代呢？你財報不好看，搞不好像美國股市一樣的，馬上給你什麼咔嚓下跌，是吧？好，下一步的俄烏戰場的局面到底會怎麼演變？我們繼續在下季度看財報。以上觀點講的不對的地方，大家和玩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